各位好，来纽约这几天，我出了几期节目，拍了一些纽约的街景啊，还有其他的街上的一些场面吧。有的网友问我，为什么我只拍纽约比较落后的地方？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是真正的纽约，我并不是专门拍它落后的地方，这是纽约90%的人他们居住的生活的环境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拍拍纽约的富人区。这里是在布鲁克林这边，应该是地段最好的地方。它的对面就是纽约的天际线，天际线呢在纽约的曼哈顿的核心区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刚才说了，纽约的富人区，从它的台阶呀、种的花草啊，以及它整个房子的外表，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就是富人住的地方。当然，纽约的房子大部分呢都是有些历史的，所以呢不可能跟中国很现代化的房子比啊。它的外表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新，不是特别的先进，里面的装饰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进入所谓的纽约的富人家里，也没有进入过美国富人家里，只是从外面看啊。我是从曼哈顿那边坐2号线过来，在克拉克站下车。然后呢，沿着克拉克这条街道一直往哈德逊河走。我们现在等一下都差不多到河边了，离河边大概还只有呢100米左右。左边这你看它的那个砖是裸露的，这是也是很常见的啊，在德国也有这样的墙，没有粉刷就这样子。我沿着克拉克这条街还是往前走，然后有的时候呢，拍拍旁边的街道，给大家看看富人区的房子是怎么样的。从外面看啊，好，你看这里是布鲁克林河滨大道，前面呢就是纽约的天际线了，对面对不对？是河不是海啊，这是哈德逊河。等一下呢，我就自己出镜。这是豪宅啊，还是这样的空调，让我无言以对啊。这天际线其实很美，我发现呢。很多自媒体或是官媒以及网上的图片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拍过。看看吧，右边呢是布鲁克林大桥，然后前面是天际线，中间现在是那个叫什么自由女神像，在这里有座，可以思考人生。比如说这个黑人，他就在思考人生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现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这边啊。我后面呢，就是纽约的天际线，大家肯定比较熟悉这里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就想出来拍一拍纽约最光鲜的一面啊。从这边看起来，纽约非常的漂亮。我的右边呢，应该是纽约的豪宅了吧？这带应该是富人区了。不过虽然是富人区啊，我觉得他们的房子建筑质量不怎么样，而且我一直很纳闷，为什么美国还有很多大部分吧，那个空调都是老式的窗式空调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现在我在一座桥面上了，慢慢走到那个河边，这个真的是一看就是豪宅啊，肯定很贵。我们回头看，给大家看看，这里就是应该是纽约最贵的房子之一了吧？看看能不能看得见，对吧？后面就是纽约的天际线，这一带还是挺漂亮的。直升机啊，老是在天空中盘旋。我觉得这房子肯定真的非常的贵。我们看看，给大家看看人家的，看得见客厅啊，可能啊。可能很多来过纽约的朋友都没有走过这条路，对吧？然后我从那里前方穿过去，就到河边了。等下就能看见天际线了。我觉得我这件夹克特别丑。好，大家看见了，我已经来到这河边了。我的右边是哈德逊河。我的后面呢就是布鲁克林大桥，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座大桥呢。然后我们的背景呢就是纽约的天际线了。等一下我要调整一下这个角度啊，对，应该这样更好一些。那我就走2步，然后我就坐下来了啊。
我的头顶呢还是有这个直升机，老是在飞啊。然后那边大家看不看得见？就是自由女神像在那里。那好吧，等一下啊，我就坐下来了，开始今天的节目。我现在纽约布鲁克林这边看曼哈顿，我相信这个角度呢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看到纽约，看到这个天际线，我们一定会，比如说跟中国的上海呀，还有跟中国香港比较，因为上海和香港呢，他们都有类似的天际线。可以看到啊，纽约的天际线呢，我认为啊，就是它的房子因为比较老，另外呢特别的挤，应该跟香港可能差不多，跟上海完全不同。我认为啊，上海一般更现代化一些，对不对？而这里呢，有很多的房子已经可能有100年了，或者是更老了，有几栋新的，但是总体来说，这个天际线可能还是跟上海有些差距了。毕竟呢，美国纽约发展的更早嘛，对不对？时隔4年，我上次来纽约是2019年，这次来到纽约，我发现呢，从感官来说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可能有心理作用的原因吧，我老是感到没有像以前那么安全了，老是觉得有各种危险在包围着我，所以这次总体来说感觉不是很好。另外我来说说纽约其他的印象吧。4年之后我再次来纽约，其实我来纽约已经不止一次了，我估计呢有5、6次了吧。从外表我觉得啊，纽约没有任何变化，至少我没有感觉到。也不对，我认为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。比如说那栋很瘦那栋楼，4年前是没有的，现在建起来了，好像其他的没有变化。另外这次啊，我没有去其他地方，只是来纽约，所以我发现呢，纽约的电动车特别少。电动车，我是说电动汽车啊，好像我来这有9天了吧，只看见两辆特斯拉电动汽车，其他都没有看见。而且在纽约街头，虽然它是个大的都市啊，它那个车一般都是排量特别大的烧油的燃油车。所以从这点来说，我觉得就美国人的环保意识还是没有像中国呀，也没有像欧洲那样。去欧洲大家也发现啊，欧洲的汽车，它虽然电动车很少，但是它燃油车，它那个不是都是吧？大部分呢都是小排量的，甚至呢比中国的排量还要小。我不知道看我频道的有多少人来过美国，来过纽约，或者是来过美国的大都市。如果你来到美国之后，特别是像纽约这种大都市啊，还有旧金山等等，洛杉矶当然包括啊，他们的街上啊一般都非常的脏，根本不可能与中国大陆其他地方，我觉得香港也差不多吧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或者是中国人的那种大城市、小城市都要比美国这种城市要干净得多。哎呦，我觉得纽约太脏了。当然呢，像洛杉矶那种也是很脏的。听说现在那个旧金山也非常的脏，因为旧金山我已经好多年没去了。我上次去应该大概是10年前左右吧，当时好像没有感觉那么严重。现在听说啊，像旧金山呀那种一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，而且特别脏，有什么大小便的、帐篷的、垃圾的，全部都是。这点我想下次呢，我准备走一趟美西，去看看，也就是美国的西部，看看是不是这样子。反正美国的东部要比我4年前来，我认为呢更脏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，就是在美国的超市里面，他们的物价呢要比4年前涨了太多了。我估计呢有很多东西涨了可能有1倍吧，比如说有些蔬菜呀、水果呀。当然在美国我发现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，就是那些比较劣质的肉吧，像什么猪肉啊、鸡肉啊，我认为他们用激素用的比较多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便宜。但是呢，好的肉，比如说一些牛肉还是比较贵的，比如说他们1磅也就9两，现在我看了一下要8到10美元，就是普通的这种牛肉啊。
$8到109两，你想想看，那么1公斤那就是20多美元了，人民币就是100多。当然，与他们的收入比起来，与中国相比，他们的肉类还是便宜的。但是蔬菜呀、水果，特别是蔬菜，很贵很贵，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。而且我发现呢，他们的那个牛奶不便宜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一个现象，我已经在不少的节目当中提到，这是我很不理解也不能容忍的。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也是世界上那个第一强国，对不对？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可是来到美国的人，可能你们也注意到啊，美国很多他们住宅区，只要有空调的，我估计呢，看得见的90%的都是窗式的空调，就是呢在那个窗子里面挖个洞，然后呢把这个空调就塞进去了，非常的不环保。它的制冷，我觉得效果也特别不好。我希望呢，在美国的朋友们呢，给我们一个解释哈。我知道窗式空调有多糟糕，我在南美很多国家我经历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制冷效果非常的不好，噪音非常大，也非常不环保。所以，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，而且是个富裕的国家，为什么不能够装这种分体式的空调呢？对不对？这外面的挂机，你就是挂在外面的墙上啊，或者是放在你的那个，如果有阳台，放在阳台上面也可以啊。但为什么还是用这种老式的窗式的空调呢？好，我真的希望呢，在美国的朋友能够给大家在评论区呢解释一下。另外呢，有很多人吐槽美国纽约的地铁，说非常老旧，什么有什么大小便的味道呀，有垃圾啊，无家可归者等等。甚至呢，有不少网友反映，他们真的亲眼看见，在纽约的地铁里面有人在里面拉翔，也就是大便。这个我没发现啊，但是呢，有老鼠我发现的，老鼠跑来跑去的啊，还有很多垃圾，还有呢，有些无家可归的，直接在地铁的车厢里面睡觉，就是呢，他占几个座，3、4个座，然后就大摇大摆的在睡觉。但是我还是特别的喜欢纽约的地铁，虽然它危险，但是呢，它是纽约普通的工薪族还有上班族出行的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，因为它1年365天从来不歇业，而且1天24小时都有这个地铁。另外，我觉得啊，虽然是单程2.9美元，但是1个月可能120美元左右吧。然后呢，我买周票是34美元1周。我认为这个价格和它提供的这个线路啊，还有它的时段来说，从不歇业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，能够接受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把纽约这个地铁的票价和国内的那个价格，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价格来比较了。两国的那个物价，两国的收入水平都不一样。就是我觉得哈，在纽约，在美国，相对于它的收入水平，纽约地铁的性价比非常的高。所以我每次来纽约，我肯定是以坐它地铁为主啊，出行的主要方式。另外，在纽约坐地铁啊，非常的危险。每年应该被推下站台死亡的大概有10多个人吧，也就是说每个月大概有1起左右，这是概率事件啊。所以你要出行，你要坐地铁，肯定要有思想准备。那么每个人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发现有些人呢很粗心，他直接站在地铁站台的旁边，他是没有那个隔离带的啊，没有安全的那个门的，不像中国那种地铁。所以在纽约，我每次出行，我都会观察左右前，有的时候我还会往后看看。在等地铁的时候，一定会站在它的中间，而且最好呢，在比如说垃圾桶啊，或者是个柱子旁边，反正能够有一点点保护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可能稍微安全一点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前后左右用我的眼的余光来观察。还有来到美国的人，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在街上的美国人啊，其实他们的穿着啊，还是用我们中文的话来说，还是比较土的。其实，在欧洲也一样，他们的穿着不是特别讲究，真的特别土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时尚的。反正我来到美国，没有看到特别时尚的东西，大家都穿着像比如说男的，如果是稍微上了
30岁、40岁的，就像大叔穿的，油腻大叔穿的东西，我没有看到特别时尚的，真的。所以与那个好莱坞电影上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另外呢，那个纽约的街道，纽约的房子，街道很脏，刚才前面说了，房子呢很多都是非常老的，很少有现代化的，特别是住宅。所以你来到美国，你来到纽约之后，真的觉得哈，和美国电影里面宣传的完全不一样，乡土气息非常的重。来过纽约的人，或者是来过美国的人，你们注意到啊，其实普通的美国人，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平常，然后很多人在公共场合，我认为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素质非常的低，从他们谈吐啊、举止啊，还有他们乱扔垃圾这点，你就可以发现，其实普通的美国人，我认为啊，他们的素质肯定不会比普通的中国人高，甚至我认为还要比普通中国人低。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科技那么发达呢？其实我认为美国有红利啊，就是全世界人的那个人才还有投资，特别是人才都跑到美国来。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其实啊，在中国目前虽然中国可以说它那个经济啊，还有各方面已经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了，可是很多人眼里啊，觉得美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，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很多中国人还是仰望美国。比如说清华、北大每年的毕业生有多少人呢？跑到美国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点呢，其实很可惜。当然我当年也跑到国外，我也不好批评，像现在清华、北大还往国外跑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当年跑到国外，还是因为呢，我们中国当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我们呢人往高处走，我也有那个崇洋媚外的心理，这点我接受，而且我也承认，我觉得99.9%的中国人当年呢还是有仰望，比如说欧洲的、美国的心理，对不对？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，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啊！中国很多地方已经甩，比如说美国几条街了。只不过在有些科技方面，中国确实呢还是不如美国。但是同样是科技，中国很多方面也已经超过美国了，对不对？军事方面也一样啊。所以我觉得到了2023年，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这样仰望人家西方国家，特别是没有必要仰望美国了。它的基础设施有多烂，大家看到我以前的节目了吧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没有专门去拍美国的阴暗面，就是呈现他们真实的一面。只不过呢，我们很多人或者有些人呢不想承认，美国其实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了，比如说基建方面，比如说出行方面，对不对？可能在美国的人，你们也发现了啊，在美国啊，很多的南美洲的，还有墨西哥的人，他们这些人可能很多呢都是偷渡过来的，因为美国，我认为啊，可能美国政府还是内心啊想有这些低端的人口，保证美国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，因为他们呢是没有任何权利的，可以说是偷渡客，可以付很少的那个薪水给他们，然后他们就乐意干这些又脏又累的工作。然后呢，美国人那些低端的人口，他不工作也可以躺在家里吃福利，就这样子。如果没有这些墨西哥人，没有这些南美的低端的人口，我相信呢，美国可能生活水平没有那么高吧。这只是我的猜测啊，就是美国政府，我觉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这些偷渡的人口进入美国，而且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啊，他们都是工作主力军，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啊是容忍，希望这些人口进入美国的啊。美国还有一个现象，我很不满意，就是几乎不见公厕，就是说人有3急，如果你真的急的话，到什么地方解决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巴西也好，在纽约也好，我每次出门，我一定是先考虑到先上个厕所，解决了3急的问题，我再出门。否则到时啊，你要大小便了，去什么地方呢？找不到地方，对吧？男的好一点，可能呢在稍微隐蔽一点的地方
像当地人一样，有的当地人真的我不好意思啊，大摇大摆，他扭过去，然后对着墙就来那个东西了。女士不方便，但是男的在很多这种南美国家，即使在德国也发现了，有男的就是直接对着墙就小便了。这点我觉得也又牵涉到素质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中国人在中国这样做，被台湾的还有被香港的也说，你看大陆人、内地人都没有素质啊，对吧？但是轮到欧美国家人，他们这样做，你们为什么不说了呢？你们为什么双标了呢？这个公共厕所啊，在很多西方国家是个稀有的东西啊，这点我觉得中国做的真的很好了。中国公厕很多，另外呢，中国任何的酒店，你进去都会给你使用，而且是免费使用，不给你使用的绝对是那种例外，对吧？我记得中国应该颁布了法令吧，不是法律，至少是政府有规定，就是说，不管是几星级的饭店里面的厕所，外面的人有内急，要给他们免费使用。我觉得这点非常的好。在德国没有这样，在德国即使公共厕所也要付费，现在一般是1欧元1次了。另外呢，纽约地铁虽然我觉得它很好，但是有一点我吐槽，那就是呢，到站的时候才有信号，进入隧道之后呢，马上连那个打电话的信号都没有。你想想看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应该要有华为的那个卫星电话的手机才好，否则你在那个隧道里面真的遇到紧急情况，发生火灾了，怎么办？怎么报警？没办法，对吧？上网就更加别说了啊。所以在纽约出行，有的时候坐地铁，可能从 A 到 B， 从甲到乙2个点，可能要1个多到2个小时，没有网啊，非常痛苦。所以我希望呢，纽约的这个市政当局或是纽约地铁公司吧，能够改进一下，让所有的出行的人在美国、在纽约能够享受这种便利的服务。这次来到纽约，我觉得与4年前相比啊，有一种现象更严重了。什么现象呢？就是大麻。可以说啊，只要你走在纽约的任何一条街道上，不管是曼哈顿的富人区，还是普通的街区，你一上街，10有8九就可以闻到一种香甜的味道。是什么呀？空气中香甜的味道一定是大麻。这个香甜对我来说，我是用那个引号的啊。大麻的味道，因为我吸不惯，我其实从来没有吸过，我不习惯它那个味道，特别恶心，真的恶心。那种味道呢，你不能用言语来形容，你要亲自呢，在它的周围，在它旁边有那个大麻味道，你才知道，真的很难形容。纽约现在特别严重，比4年前。为什么？因为纽约州已经大麻合法化了，甚至呢，在纽约的街上，你可以见到赫然写到“帝国大麻店”，而且它是连锁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有国家颁布的那个合法的一种出售大麻的叫什么执照，对吧？就大摇大摆的啊，是合法的，你可以大摇大摆进去然后买。所以，这个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，毒品合法化，大麻合法化，这个大麻也属于轻毒品啊，对不对？听说在有一些州，比如说加州，重的毒品现在呢也大摇大摆的，甚至呢政府开那个场所，然后提供证据啊，给他们合法注射毒品，这在中国不可想象，对吧？从这方面来说，虽然他们的自由更多了，可是也反映出他们的那个道德应该更沦丧了。然后这个国家可能就是日落西山的一种体现吧。刚才那个在阴影里面我出来，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。因为西方越来越烂，那对中国来说就越来越好。我们乐观其成，不仅是在街上有大麻的味道，在纽约的地铁里面，甚至呢大麻的味道也非常的严重。刚才我坐地铁来这里看天际线的时候，在地铁里面我就闻到了大麻的味道。
肯定有人吸。我猜现在在地铁里面吸食大麻也是合法的吧？即使不合法，那纽约的警察也懒得管你，因为在美国，特别在加州有这样一个法律，如果那个价值是低于$950，那他不管是那个损害公物也好，还是大摇大摆的进那个店里面去拿东西也好，只要它的价值低于$950，就不算大的犯罪，警察就不会管你。所以现在你看，特别在加州才有所谓的零元购，像这样的国家，我不知道它的未来到底在往什么方向。我看到一个理论啊，为什么现在西方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会毒品，特别是大麻合法化呢？其实啊，与他们的国债，也就是政府的债务有很大的关系。一个是这个毒品反正进也进不了，那怎么办？放开呗，放开有这个好处。一个是把黑社会打一打，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呀，政府能够增加很多的税收啊，对吧？一个你们民主自由了，你们选民呢满意了，对吧？我这个政党我把大麻合法化了，你觉得我好，你下次投票给我了。另外呢，我这个政党还有这个好处啊，你看我管理这个政府，今后呢钱越来越多，那能够实现我很多兑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开的支票，我能够兑现，然后下次你满意了又选我，对吧？用你纳税人的钱来办这事情，还让你高兴，何乐不为，对不对？我这执政党一点坏处都没有，只有好处，我能够得到选票，然后我们国家的那个政府的那个税收、财务也得到改善，这是最聪明的一种策略了，而且皆大欢喜，在这种国家，在这种社会。好，我换个角度吧，我们看看布鲁克林桥这里，这是我这次来纽约发现的一些现象，总结下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几期我在纽约做的视频之后，对纽约、对美国它的印象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个美国它今后往什么方向发展？大家觉得美国这样使劲吃奶的力气来遏制中国，来遏制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的公司，有没有效果呢？还是让中国人更加奋发图强呢？请大家在留言区留言。好的，今天是9月27号，大概是上午11点钟了。我在纽约布鲁克林这边看曼哈顿的天际线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